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那么今天这个小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对车库门做一个年度的保养。这个车库门呢，其实分成两部分，一个呢是它的机械部分，另外一部分呢是它的外观美观。那么今天呢，我主要是想集中在这个机械的部分。实际上，很多人对车库门呢未必很了解。虽然你天天用，然后车子进出，然后这个开关，很多人买了新房子，那么一般的发展商呢，他都没有给你装这个动力部分，叫 garage opener， 都只是一个机械的部分，有弹簧、有滑轨这些东西给你装好了。基本上呢，你就会请一个师傅来装一个 garage opener， 然后就可以使用了。一般来说呢，即使你不保养，这车库门也可以用很多年，可能不一定会有问题。但是呢，这个车库门呢，尤其是冬天呢，还是挺容易出问题的。那么一旦出问题的话，还是挺麻烦的，因为车库门非常的重，一旦这个车库门打开不了了，那么你的车有可能出不去，或者是进不来。所以呢，尤其在冬天的时候还是挺麻烦的。另外呢，很多人可能也未必清楚应该找谁来修这个车库门，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那么今天这个小视频呢，就跟大家首先呢讲一下这个车库门的机械部分。这样呢，如果你遇到类似的问题呢，最起码你知道是哪个部分出了问题，然后应该怎么来维修。任何的这个车库门的开关上面呢，都有一个装置，它可以把这个车库门呢和这个动力系统呢把它分开。那么这个装置呢，就是像这样一个拉杆，你仔细看一下，一般每个车库门上面都有的。基本上你拉开它，好了，这个车库门呢现在就跟这个动力系统呢已经脱开了。这样呢，你可以把它拉下来。好。第一个需要检查的呢，就是这个车库门的弹簧调整的对不对。那么现在我这个车库门跟这个 garage opener 已经分开了，那么我把它放在这个位置，那么它是能够 stay 在这个位置的，它不会动，既不会缩回去，也不会落下来。那么这个说明这个车库门的弹簧呢是非常好的，刚刚好。如果它落下去的话呢，说明你的弹簧的力量不够。如果它自动往上走的话呢，说明你的弹簧太紧了。这样呢就要调整一下你的弹簧。好的，可能很多人不一定注意，因为这个弹簧呢是这个车库门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部件。那么这个呢就是弹簧。弹簧呢，实际上主要开关这个车库门的力呢是这个弹簧的力。可能很多人有一个误解，觉得是这个 garage opener 把这个车库门拉起来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garage opener 呢，其实只是有一个牵引的作用，因为一般这种家用的 garage opener 只是1/2马力，顶多呢3/4马力，所以呢实际上力不是很大的，它只是牵引着把这个门打开或者关闭。真正主要的力量是这个弹簧。实际上这个弹簧断了的时候呢，当时我才知道，因为我呢正常是可以用尽全身的力的话，应该可以搬起50公斤到60公斤重的东西，但是这个车库门我是完全抬不起来的，因为它非常的重。所以呢，如果这个弹簧断了，这个车库门你是没有办法打开的。这个弹簧呢，实际上它是一边是固定的，另一边呢是可以调的。这个调的部分呢，它是有一根螺丝把它锁死的。当你需要调这个弹簧的时候呢，把这个螺丝松开，然后呢，我呢是用这种1/2英寸的铁把，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些眼儿，这个铁把呢可以插进去，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孔，这个孔呢就是1/2英寸的，基本上用2根铁把呢，这样就可以调整这个弹簧的松紧。这里有一根螺丝，松掉以后就可以调，调完以后要把它上紧。基本上它的原理就是这样，其实非常简单。但是这一步操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这种 DIY 的经验的话呢，不建议你轻易尝试，因为这个弹簧的力还是挺大的，所以有一定的危险性吧。这个弹簧呢，大家可以看到，像我的这个车库门呢，这根弹簧是我2年前换的。那么它只有1根弹簧，有一些车库门呢，它需要配2根弹簧，这是根据你车库门的这个尺寸，因为有的双车库呢，它只有1个车库门，那么这个车库门就非常大，
然后很重，这有可能需要2根弹簧。那么如果2根的话，就是这边一根，这边一根。如果你上紧的话，可能方向是相反的。然后这个弹簧 check 完了以后呢，它呢这种车库门呢是有2根这种钢丝，2根这种 cable， 钢的这种 cable 去拉它的。这种 cable 呢，它是连到最下面的一个 panel 上面。如果这个 cable 断了，或者说下面那个跟这个门结合的部分脱落了，那么你这个门也是不能正常打开的。所以，当这个门出现机械性的故障的时候呢，这个也是一个需要检查的地方，看这个 cable 有没有断掉。另外一个要说的就是这个 garage opener 的链条。这个链条呢，不要太紧，但是呢也不能太松。基本上呢，怎么判断呢？基本上就是这个链条跟这个连杆呢，处在一个基本水平的一个情况就可以了，而不要像那个链条呢把它垂下来。如果垂下来很多的话，那就是太松了。那如果太松的话呢，需要调整一下，可以上紧。那么这里呢，每一个 opener 上面呢都有2根螺丝，在这个位置。那么这个呢，通过转动这2个螺母，那么你就可以调节这个链条的松紧。像这个 garage opener 呢，就比我另外一个呢要稍微松一点。这个细节给大家展示一下，这里呢有2根螺母，那么如果你要调紧的话呢，你需要把这根往这边调，就顺时针方向往这边走，同时这根也要顺时针方向往这边走，所以呢，顺时针方向是调紧，逆时针是调松，往这边走，像这个。这样差不多了，很多的你把这边调上紧就可以。好了，像这些活动的部件呢，可以给它喷一点防锈油或者这种润滑油。弹簧上也可以喷一点，给它防锈。像有一些地方呢出现了锈蚀，像这个可以拿钢刷刷一下，但是，由于很多年呢我都没有搞，所以这个呢也没什么办法。但是呢，这些金属件呢都是可以换的，把它取下来以后买一个新的换上去就没问题了。好，现在保养完了以后呢，你可以把这个车库门打开。然后推一下 ，OK， 然后呢，它又跟这个 garage opener 连到一起了。其实非常的简单，基本上呢，这样的例行的一个保养呢，实际上就能够显著的增加你这些车库门机械部分的一个使用寿命。另外呢，也会在冬天呢寒冷的时候呢，给你减少一些麻烦。好的，这个呢，因为我这个呢没有坏，本来呢想就是给大家说一下，但是呢，后来有点不放心，觉得还是应该给大家稍微展示一下，因为这个呢，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呢，不要轻易尝试自己来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还是挺危险的，因为这个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个如果要调整的话，首先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这个铁把把它插进去。插进去以后呢，需要有一个很结实的梯子。插进去以后呢，可以松这个螺母。螺母松掉以后，在这个弹簧的力量之下呢，它这个会进入这种状态。
因为这个弹簧自然会松掉，进入这种状态。好的，这种状态以后，如果你要是调松的话呢，那么调松的话呢，另外一根插到上面一根，然后这一根可以拿掉，然后这边就可以松，继续松。如果是紧的话呢，就相反，就是这个往上搬，这个往上搬，搬到这里，这个往上搬，搬到这里以后，搬到这里以后，然后这个插到下面，可以插这儿，这不好插可以插这儿，插到下面，然后继续往上搬。搬完以后呢，最后它会有一个位置，也是同样的，在这个位置把它卡住，卡住完以后呢，可以把这个螺丝把它上紧，这个螺丝要上得非常紧，不然的话这个没有这么大的力来固定这个弹簧的张力。好，车库门的机械部分的保养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我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对车库门的表面漆面进行一些保养和维护。这个呢主要是为了美观。这个车库门呢是今年我刚刚漆完的，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光亮。这个门呢是木质的车库门，已经有40多年历史了。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呢，请继续关注我的频道。如果您还没有订阅，请点击红色的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呢，你就不会错过未来这些非常精彩的内容。好，谢谢您的收看，那么我们下期再见。